上一集我们讲到了中国王朝开唐的盛世，唐朝的文化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，这当中的日本也在这个时期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到中国学习，学习完回到日本后，便展开了一系列的模仿，从制度、文化再到文字、建筑等等，全面性的输入学习。如果只是学习模仿或拷贝的话，那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他们却在经过消化与吸收后，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发展，甚至比其他东亚民族还更有创造力，这就很不简单了。因此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日本文明的故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日本文明的起源远比其他古文明要晚上许多哦，有很大的原因跟地理环境有关。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隔着海洋，在航海技术还不够成熟之前，日本很难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。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，再加上地震、台风与火山的天灾，文明发展比较慢，就十分合理了。起初，日本有人类活动的遗迹，多半都是属于古蒙古人种。在12000年前左右，他们进入新石器时代后，开始制作绳纹陶器，也因此被称为绳纹时代。这个时期还是以采集狩猎为主哦，并以血缘关系作为枢纽，居住形态为半穴居，而且是母系社会。之后，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3世纪左右，有一群新蒙古类人从西伯利亚等地经由朝鲜半岛迁徙到日本。他们从九州向东逐渐扩散到畿内生活，这群人被称为弥生人，而日本也逐渐进入弥生时代。由绳纹到弥生时代的重要关键，在于从原本绳纹时代的采集狩猎模式，转变成种植水稻为生。这种生产模式的转变，替古代日本带来了第一次变革。而原本我们认为水稻是由弥生人从朝鲜带过来日本的，但这个推论却因为朝鲜半岛的稻米跟日本稻米不同而遭到质疑。而另外一个假设，则是从越南往东北，经过广州、福州、冲绳，最后到九州。不过，这个假设也因为九州南方没有稻作遗迹而遭到否定。那么就剩下一种看似传说，但却合理的怀疑，那就是从长江下游、上海一带乘船到达九州北部。这个路线跟中国秦朝时徐福带着一大票人出海求仙的记载十分吻合。再加上日本当地也有不少祭祀徐福的神社，那么这个传播路径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。不管水稻从何而来哦，在日本经历绳纹到弥生时代的期间，世界各地也发生了许多变化。两河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，从苏美人开始，历经了古巴比伦、亚述、新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，到公元3世纪时，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。埃及文明也历经了古埃及的6个时期，之后同样受到波斯、希腊与罗马的统治。印度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发展，历经了雅利安人的入侵、波斯与希腊的威胁，再到孔雀、贵霜王朝，直到公元320年，旃陀罗笈多创建笈多王朝。中国呢，我们才刚刚讲完，从公元前1250年左右，商朝武丁中兴，进入了信史时代，之后一路从西周、春秋战国、秦汉到三国，回到日本，接下来的历史多半要依靠中国写的史书来一探究竟。其中陈寿写的《三国志》中的魏书《倭人传》记载，当时日本有30几个国家，被推为共主的是野马台女王卑弥呼。也就是说，在公元2世纪左右，日本从弥生时代进入了古坟时代。这个时期顾名思义，就是开始修建坟墓的时期。别忘了我们之前聊过殷商时古墓遗迹代表的含义，尤其是殷墟出土的大墓，显示出社会阶层的确立以及王权统治的象征。日本的古坟以奈良为中心，往北散布到福岛县，往南则到熊本县等地。坟墓中除了氏族首长，同时还有奴隶殉葬，这同样也是王权建立的证据。因此，不论是《三国志》中的记载，还是古墓遗迹所代表的含义，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日本属于小国林立的状态。古坟时代在野马台女王卑弥呼的统治下，多次向曹魏进贡，
还被封为亲卫倭王。不过，在卑弥呼死后，日本再度陷入动荡。又等到公元5世纪左右，大和王权逐渐兴起后，才又统治整个日本。根据百舌鸟与古氏古坟群出土的遗迹，还有中国南朝宋书的记载，大和王国多次派遣使者到中国的南朝进贡，留下了倭武王的记录。前后5位大和国王向中国拓展外交的目的，可能是为了对抗当时兴起的高句丽，还有征服日本内部的各个小国势力，确立大和政权在东亚的地位。古坟时代的顶峰在于巨大坟墓的兴建，换句话说，大和政权稳固后，巨坟也就跟着诞生了。其中最大型的应该算是仁德天皇陵。巨型皇陵不仅象征着权力，同时也展现雄厚的财力。不过，古坟时代末期可能因为战乱频繁，使得修建坟墓的权力渐渐下放到氏族成员，好增加内部的凝聚力，让各地开始出现许多小坟墓的状况。佛教也大约是在这个时期渐渐从百济与中国传入日本。而相较于此时的佛教已经有完整的理论与架构，日本本土的宗教则还属于比较原始的状态，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。起初，它是属于万物皆有灵的泛灵多神信仰，从日、月、土地、暴风雨到祖灵、英雄、幽灵等等等等，从自然到超自然，这些被崇拜的神灵没有具体的形象，也没有特定的性格。此外，信仰的内涵也很简单哦，没有针对死后的概念，也没有道德上的约束，但却十分注重仪式与禁忌。他们为了取悦神，会恭敬地祈祷并献上贡品，但这不代表他们认为神明是残忍又令人畏惧的存在。相反的，即便是带来暴风雨的神祇，也被认为是谦和的神明。总体来说，在本土信仰的概念中，宗教是种由爱与感恩来代替恐惧。宗教礼仪是为了赞扬与感谢，并安抚与宽慰他们的众生。这样的本土宗教要一直到佛教传入后，才逐渐有了神道的称呼。而面对佛教这个外来宗教，神道其实是比较吃亏的。一来，佛教已经有相对完整的宗教理论，像是能够解答死后的问题，还带来灵魂、因果与来生的论述；二来，它具有新奇性，让没有接触过这些观念的日本人感受到十分新颖的概念。而跟着佛教一起传入日本的，还有艺术、建筑与文学，而这也跟他们当时派遣使节到中国隋朝学习有关。就在日本开始建造佛寺、神龛，并限制坟墓的建造时，公元590年左右，日本也从古坟时代进入了飞鸟时代。补充一下，会被称为飞鸟的原因，在于当时的王宫位于飞鸟这个地方。此时，上层贵族中的苏我氏透过支持佛教壮大势力，并说服王族也跟着改信，而支持传统神道教的物部氏则受到打压。这就让佛教在日本站稳了脚跟。往后，不论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如何变化，都难以影响之后佛教在日本的发展。公元600年，圣德太子第一次派遣隋使到中国交流。根据隋书的记载，隋文帝询问当时日本的政治情势时，使者回答：“我王以天为兄，以日为帝。天未明时出听政，叠加坐；日出便停礼物，云为我帝。”我不晓得隋文帝有没有听懂啦，我自己是听得不飒飒。而隋文帝听完则回复说：“此太无义理。”过了2年，圣德太子制定官位12阶与宪法17条。前者是针对不同位阶与身份制定不同颜色的官服，而后者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，目的是追求儒家的政治理念，因此比较偏向道德戒律的规定，像是以和为贵啦、服从天皇啦、礼法为基本、以信为义之根本等等。再过了几年，又派了几次遣隋使到中国，这时已经换成隋炀帝掌权，而这次使节文书劈头就写：“日出处天子自书，日没处天子无恙。”隋炀帝看到后直接就说无礼。虽然说在外交上有许多困难与挑战哦，但日本革新的脚步却没有停止哦。公元645年，孝德天皇颁布了大化革新的诏令，
从此，日本向中央集权的国家迈出了一大步。这个转变可以说是跨时代的变革，它把一个经过千年发展的成熟国家体制，硬生生的强制移转到还相当原始的社会。这种转变的魄力和力度前所未见。换句话说，在天皇推行这种改革的时候，当时的日本还有很多地方仍然在新石器时代。淡化革新的内容主要有4点。首先是制定地方行政制度，日本被分成郡、国、里3级行政区。接着制定户籍、记账、颁田收受法。第三，制定新税制。最后是废止私地私民。除了这4点以外，也设立科举制度、选拔官员等等。先不说这些制度推行的成效如何，关于外在的模仿，包括服饰、颜色、建筑雕像等等，日本都能很快的从中国复制过来。不过，关于内在的精神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像是皇权的正统性与合理性，大和政权就做了一些消化与调整。怎么说呢？中国的皇权在经过1000年的朝代更替后，比较没有一家一姓的坚持。相反的，在经过楚汉相争、三国鼎立、魏晋南北朝后，皇族的更替已经可以被理解与接受。换句话说，只要皇帝昏庸无道，让社会民不聊生，那么就是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候。但这样的概念，日本的掌权者在知道后，反倒是有点担心的。如果他的统治地位哪天被底下给推翻的话，那么这些改革不就等于是在动摇自己的根基吗？所以针对这一点，日本做出了调整。他们将天皇神格化，说明天皇其实是天照大神的后裔。这跟中国的皇帝受命于天的观念不同，日本的天皇本人就是神。当然，为了塑造天皇或者说皇室的威信，他们便得将神话故事加以完善与宣扬。在公元673年，天武天皇即位后，他先是把倭国的国号废除，并对外改使用日本这个名称，再把大王的称呼改为天皇。之后又下令撰写日本最早的2本史书，分别是《古事记》与《日本书纪》。前者是以神话与传说为主，后者则是编年史的史书。虽然也有讲到开天辟地的神话，但后续范围延伸到第7世纪末，比《古事记》多了快100年。根据这2本史书的记载，传说中天照大神派遣他的孙子，带着象征日本皇权的3种神器——8尺琼勾玉、天丛云剑、八指镜，降临日本。之后，他的后代的后代，也就是神武天皇，从九州东南的日向国远征大和，也就是现今的奈良与大阪等地方。在公元前660年，在大和地区创建了大和王国。如果大家还记得，我们开头有说公元前660年大约是弥生时代。神武天皇东征的传说虽然属于神话，但在神话的背后，却可能隐含着一些事实，那就是当时小国林立的状态，以及大和王国领土拓展的方向。像是第12代天皇的儿子倭建命，就因为凶悍勇武而四处征讨，包括达象魔国、房总半岛与关东等地方。而弥生时代之后的古坟时代，则先是野马台王国主导日本，等到卑弥呼死后，才逐渐由大和王朝取而代之。这部分就从神话故事逐渐转向我们所熟悉的历史。而从神宫皇后渡海远征朝鲜半岛，到倭武王与中国南朝的外交，再到飞鸟时代的大化革新。总而言之，日本文明发展的起源虽然相对缓慢，但进展速度却十分快速哦。在飞鸟时代后期，日本为了帮助盟国百济，甚至还跟大唐硬碰硬打了一场战争。不过关于这些，我们留到下一个阶段再来跟大家聊聊。